美术馆 X-site 的计划从2014年的第一届到今年，我们已经累积了6组团队的杰出表现。2020年这一届的获选团队名称是合理互动设计。其实从它的名称就可以了解，它跟过去几届的这个参与的团队组成，它其实是有特殊性的。我们想要让大家可以去想象参与者他可以拥有的复杂程度，或者是差异性。整个 X-site 的获选之后的发展过程，其实不管哪一届都是一个高度紧张的过程。当评审委员把这个团队选出来之后，他事实上会跟团队交互持续的对话，有一点点像是团队在创作过程里面一个专业的镜子，不停去照返回他自己原来提案里面想要去探索跟追寻的精神。我们通常都是在做一些新媒体装置的作品，所以它需要整合各个不同领域的不同方面的人。所以我们公司的人员的组成呢，现在大致上是跟建筑、资讯跟电子还有艺术设计方面的人一起在做我们的作品。最一开始就是多重真实这个命题嘛，那我们公司在发展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希望直接在现场，直接运用现场的物理的特性，然后透过人的观察方式不同，去产生不一样的真实。在整个空间的建构上，我们其实也是朝着简单的结构跟通透的环境去营造这样的空间，就是让每个人本身的认知可以很快的去发现到说，这个空间其实跟他原本认知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一开始是我们看到的平光片，它转成90度会变成黑的。当下这个很人性感受到，就是哇，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但我们接下来的课题其实是要怎么把这个神奇变成一个可以让别人一起来感受的东西。那件事情是非常主观、非常艺术、非常人性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透过很实验作为一个方法学去向它推进。其实偏光膜作为这么大的艺术装置，真的是非常少见到。通常它是用在电子产品上，是非常干燥、非常平整、非常干净。但是北美馆的前广场是一个会风雨交加，就是很不可思议的环境，而且它会造成膜料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其实，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做实验，不断的找不一样的材质，不断的找不同的配置。每当我们发现出一个新的效果，就像可能我们发现了彩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充满了无限想象，就觉得哇，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圆形的广场里面，我们最后本来都是黑漆漆的，最后你走到里面，你发现了一道彩虹，然后这应该会是一个奇幻的东西，我们就会开始用实验的方式不断去验证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这一个材料的性质，然后这一份神奇到底可以带来什么体验，这是我们想要不断前进的。我们整个装置其实大部分是用镀锌方管，然后是比较细的结构去所达成的。因为当时知道整个北美馆的广场是必须要用就是自由站立的结构方式，去完成这个结构的任务。所以我们当时就蛮单纯，就是希望说要在工厂先做完80%左右，然后到现场再组装。也因为这个自由站立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在调整作品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是相对自由的。我们在做整个形状的设计的时候，其实有刻意的把它让整个作品架高跟广场是有一点分开的，然后甚至我们还在
底部做一些打光的效果，让它有点像是漂浮在广场上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点想营造，就是你走入这个空间是进入某一个异世界或是特别的一个地方哦。走到里面以后，内部又有一块是广场自己本身的地板，然后对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会让你有更觉得是包在这个作品或是整个模里面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们也希望是你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在这个走道里面，跟在整个内部所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其实只是营造了一个环境，然后它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产生多重真实这件事情，其实是透过人的观察，你的观察跟另外的人观察的方式的不一样，或者是你们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会造成你们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开始进去之前，一定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是有什么异状的。那但当他进去之后，因为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可能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就会造成他会开始怀疑自己身边的墙面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就有可能会开始使用他的手啊什么去触摸，去确认他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们当初在设置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就也希望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也是希望每一个看的人对这件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模从一种材料性的实验创造的一个空间的脉络以外，其实观众如何参与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视角很重要，好，工具也很重要。透过我们的说明书的本身，就可以晃出一些差异性。我们也提供了偏光镜的眼镜。好，这个眼镜戴上以后，它是跟你的身体有更紧密的结合，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你身体的摆动，尤其是颈部的运动，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它透过了一种游戏的、有趣的参与的方式，欢迎大家在盛夏到 Excite 的场地里面来去跟模这一件装置可以产生非常丰富而有趣的互动。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可能别人没有发现到的一些视觉现象。